各位同学，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在今天的課堂上，老師將要和大家一起學習的是在6級考試閱讀的第4部分常考的一類題型。之前的課程呢，我們已經分析過閱讀的第4部分應該怎麼去做題，而且呢，也和大家聊了聊常考的2類文章，一個是哲理故事類的，還有一個是說明文類的。但是呢，老師也說過，6級考試呀，在這2類文章當中，經常會考一種題型，那就是猜測詞義的題型。我們今天的這節課就是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如果考試你遇到了給你一個詞，讓你去猜一猜它是什麼意思，你應該怎麼去猜呢？其實猜測題義的題目一點都不難。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這個詞它是在文章當中的，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個詞，它前邊有句子，後邊也有句子。既然讓你去猜，就一定會給你線索。所以大家在做題的時候，一定要學會去文章當中找一找和這個詞有關的線索是什麼。這些句子、這些線索能告訴你什麼呢？然後再結合4個選項去猜一猜它的意思，在這篇文章裡，在那句話裡，最有可能是哪一個？好，我們就通過題目來一起練習一下，看一看如果看到了一個詞放在一段文章當中的時候，應該怎麼去找線索呢？先看題目。第94題，問題是第4段中破釜沉舟的意思最可能是什麼？破釜沉舟是一個成語，你不知道不認識沒有關係。首先呢，題目已經告訴你了，讓你去哪裡找答案？去第4段，因為這個詞是在第4段。那我們就來看一看第4段說了什麼呢？在這裡直接給大家第4段的內容。與游泳一樣，當人們要進入陌生而困苦的環境時，有些人先小心地探測，以做好萬全的準備，但因為知道困難重重，而再三延遲行程，甚至取消原來的計劃。又有些人先一腳踏入那個環境，但仍留許多後路，看着情況不妙，就抽身而返，又是一個分號。當然，還有些人心存破釜沉舟之念，打定主意便全身投入，由於急着應付眼前重重的險阻，反而能忘記許多痛苦。這一段其實非常簡單，意思不難，說的是，拿游泳做比喻，說了3類人。第一類是小心的去探測，去試一試，然後想一想你應該做哪些準備，可能會遇到什麼情況。然後呢，想的時候就知道有困難，所以就要在想要不要做，什麼時候做，就把這個行程計劃給延遲了。這是第一類。第2類，又有些人呢，他是先一腳踏進去，像游泳一樣踏到泳池裡了，去試了，然後呢，但是卻給自己留了很多的後路，也就是這不是唯一的一條路，還有其他的選擇。如果這個不行，我還可以抽身，從這件事情當中出來，去做另外一個選擇。看着情況不妙，他就抽身而返了，就放棄了。當然還有一些人，這是我們說的第3類人，在第3類人的句子當中用到了破釜沉舟。那關於破釜沉舟，關於這第3類人說了什麼呢？他們是哪一類型的人呢？文章說，
這種人，第三類人，他們心存破釜沉舟之念，有破釜沉舟這樣的想法，表現在什麼方面？打定主意，便全身投入。只要決定了，那我一定會100%的投入進去，把這件事情想要做好。這個說的就是我們的第三類人，說的就是有破釜沉舟這樣一個想法、念頭的人，他們的表現是什麼？看到這裡，我們回來看一看 A、B、C、D 4個選項，哪一個和第三類人特點比較有關呢？ A. 行動遲緩 B. 下決心做到底 C. 做事小心翼翼 D. 保存自己的實力。他們是行動遲緩的人嗎？沒有說。他們有沒有下決心？下了決心有沒有一直堅持做完呢？說打定主意便全身投入，打定主意就是下了決心，全身投入其實就是要决心下了決心一定要完成它。所以 B 和這個第三類人的句子當中的意思是比較接近的。那我們看一看 C 和 D 又说了什麼。 C 說做事小心翼翼，经常去試探，看看行不行，非常小心，是說的第三類人嗎？不是。那 D 呢？保存自己的實力，就是不会完全向別人展示出來我有多厲害，是這樣的人嗎？他和打定主意全身投入有關嗎？也沒有關係，所以我們的答案應該選擇的是 B 選項。最簡單的提示就是關於他說了什麼，這第三類人說的就是打定主意全身投入，你只需要找和打定主意全身投入意思相近的選項就可以了，這就是這道題目的線索。我們再來看第2道練習題，第3段中拍案叫絕的意思最可能是，非常簡單，又告訴你了去哪兒找答案，去哪兒找線索呢？去第3段中。那我們就接着來看一看第3段說了什麼。相傳梁武帝一生戎馬倥偬，他很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在太平时期多讀些書。有的同學一看第一句話，害怕了，為什麼？出現了一個看半天也看不懂意思的詞。老師說6級考試當中一定會有你不認識的詞，你可以先猜一猜它的意思，猜不出來呢也不要着急，如果不影響你去理解，你就不用去擔心它。在這裡說的是他一生做了什麼事，可能忙於做一件事，是什麼事呢？如果你不知道，我們往後看一看有沒有一些提示。后代，他很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太平时期多讀些書，所以他希望后代是在太平的时期要多讀些書，證明什麼？證明他可能不是生在一個太平的時期，也可能讀的書比較少，所以其實這個詞的意思，戎馬就是說跟軍事有關，戎馬倥偬就是軍事事務非常繁忙，打仗的年代經常在外邊帶兵打仗，而沒有時間去讀書，所以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們，自己的後代能夠在這個非常太平的時期讀一些書。然後又發生了什麼？由於當時還沒有一本適合的啟蒙讀物，他就令一位名叫殷鐵石的文學侍從，從近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手記中拓下1000個各不相干的字，每指一字，然後一字一字的教學。但雜亂難記，他做了什麼？當時想讀書，之前沒有讀過，
所以呢想讀書。當時呀又沒有一本非常適合這種初學者、一開始零基礎的學習者去學習的書，所以呢他就讓自己的侍從從王羲之的手記當中找了1000個不同的字。但是雜亂難記，大家想一想，隨便給你1000個漢字，是不是漢字與漢字之間沒有什麼關係，非常難記呢？所以故事就由此發展了下去。後來梁武帝想，若是將這1000字編纂成一篇文章，意思就是寫成一篇文章，豈不是更有條理？於是他招來自己最信賴的文學侍從周興嗣，講了自己的想法。周興嗣回到家後，苦思冥想了一整夜，才文思泉湧。他邊吟邊寫，終於將這1000字連串成一篇內涵豐富的4言韻書。梁武帝讀後拍案叫絕。第3段有點長，直到我們讀到最後才找到了題目當中拍案叫絕這4個字。那它是什麼意思呢？需要你想一想，剛剛這個故事說了什麼，因為這個詞一定和第3段這個故事有關。立即令人送去刻印，刊之於世。問一問大家，剛剛關於梁武帝講了什麼故事呢？其實呀，就是說他想讀書，沒有好的課本，沒有好的教材，所以呢，他命令手下的人去給他從王羲之的手記當中找了1000個字，但這1000個字直接給你。想一想，你還沒學過漢字，給了你1000個字，讓你直接去學，是不是比較難，比較亂，沒有什麼邏輯和條理？於是他找來了周興嗣這個人，讓他呢把它串成一篇文章。他怎麼做的？他完成這個任務了嗎？苦思冥想，費了很大的功夫，一直在琢磨，想到底應該怎麼去做，花了一整夜，終於想到了，於是寫成了4言韻書，也就是一種文體。然後梁武帝讀了之後，開心不開心？怎麼看得出來他認可了，他覺着可以呢？把他立刻就派人送去刻印。他只有觉得好，他才会讓別人，讓手下把他的周興嗣這位侍從寫的這個4言韻書給印刷出來，讓更多的人去讀，對不對？所以一定說的是，拍案叫絕，一定說的是周興嗣寫得非常好。那我們看一看這4個選項都說了什麼。A. 極力稱讚，積極的誇他的，有可能。B. 非常憤怒，不開心了，而且是非常不開心，生氣了，說的是消極的。和我們文章一樣嗎？和文章的邏輯是不一樣的，所以排除。C. 受到驚嚇，看到害怕的事物才會受驚嚇，對不對？那周興嗣寫了一篇文章，嚇到我們的梁武帝了嗎？也沒有，所以排除。D. 感到意外，就是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實給你布置了任務，就是覺得你可以做到，這裡沒有意外的感情色彩在裡邊。所以看完故事，看到了我們的拍案叫絕，再結合我們的選項，大家可以做得出來，應該是選擇 A. 極力稱讚，因為他寫得好，所以是誇他的。拍案叫絕，絕了，是不是就是說非常厲害，非常好？這是我們的第2道練習。再看第3個，最後一段中這種狀況的意思是，讓你去找一找這種狀況說的是什麼情況。
這種情況下呢，需要大家仔細的去讀，找一找相關的表達、相關的句子，然後提一提主要內容是什麼。我們看一看最後一段說了什麼。那麼，怎樣才能避免這種狀況的發生呢？那就需要我們相信自身的自癒能力。不想要這種狀況，需要你做什麼？相信自己的自癒能力。在得病後，採取各種方法來提升自己的自癒能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安全走過疾病的全過程。接着往下看，當我們誤食腐壞的食物時，人體就會自動開始嘔吐、下瀉，加速排泄。剛剛說碰到這種情況，你應該相信自癒能力。自癒就是自己能把自己治好。然後這裡給你舉個例子，當你吃了這些壞掉的食物的時候呢，你就會有不舒服的狀況，比如說嘔吐，吐了；下瀉，拉肚子；然後加速排泄，這都是排泄的一種方式。如果人體內感染了細菌，白血球就會進行吞噬，或者借發燒完成殺菌的工作。有了細菌，白血球做了什麼？它為什麼這麼做？這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原本就具備解毒、排泄異物、免疫、組織再生等自淨功能。專業術語比較多，但其實捋一捋，我們來看一看，說的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生病了之後會有不舒服的表現，但其實呢是怎樣？我們的身體它自己通過這種不舒服的表現，幫助你去殺死那些細菌，或者說幫助你变得把这些，當你生病的時候，讓你要快快的好起来。這是身體自己的功能，叫自淨功能。但是有轉折，要注意，有些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認為怎麼樣？他們做了什麼？當身體在自癒過程中產生一些症狀時，就通過藥物或者打針阻止身體的嘔吐、拉肚子、發燒、發炎等各種反應。雖然這樣做會暫時消除這些反應所帶來的不適，卻會延長疾病的治癒時間。雖然卻後邊是重點，延長了治癒的時間，其實是消極的、不好的一面。這就好比一個國家或者人體要強大，必須使自己的軍隊或自癒力強大。如果單純依靠軍隊，單純依靠外來軍隊，指什麼呢？吃藥、打針等，來幫助打敗敵人，這裡的敵人是疾病，很可能會導致亡國的悲劇。給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一定是要靠自身，而不是靠外界的藥物來幫助你打敗疾病。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關於這種狀況，文章說了什麼。文章說，首先呢，要相信自癒能力，這是因為我們在自癒的過程當中呢，會有不舒服的症狀，但是有些人呢，感覺到不舒服就趕緊去吃藥了，但吃藥在這裡是作者覺得好的一個方法嗎？不是，因為它會加長這個你治病和痊癒的時間，所以其實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我們要避免的就是這樣一個不好的現象的發生，也就是說要避免的是什麼？是一感覺到自己不舒服就去吃藥這種現象。我們看一看這個4個選項都說了什麼。 A. 免疫力低下。 B. 通過運動來增強體質。 C. 用積極的心態面對治療。
D. 治療延長了疾病治癒的時間。剛剛說的就是有一種這樣的狀況呢，就是說你生病，你会發燒啊，你會拉肚子、嘔吐、不舒服。但是有些人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就去吃藥了，這是作者不希望看到的作者認為不太好的一個選擇，因為這個你去吃藥了呢，會延長你疾病的治癒時間。和哪一個選項最有關係？關係最大，意思最相近？應該選擇的是 D 選項。所以這種狀況呢，其實是需要大家讀完這一段，從中選擇最主要的信息。你要把主要的和它有關的那個句子找到，然後選擇意思最相近的一個選項。再看下一個，與上文中呕心瀝血意思最相近的是，說的又是一個詞，先去找一找它在哪。遺憾的是，李時珍生前並沒有親眼看到這部自己終身為之嘔心瀝血的巨著的印行。說的是李時珍的故事，他呢終身一輩子都為了這部著作怎麼樣？我們看看他這輩子做了什麼，這是對他這輩子寫書的一個概括。你就看看他寫書都做了哪些事情，找一找和这些事情和这個詞最相近的一個表達。我們看，為了寫這部書，李時珍做了什麼呢？李時珍不但在治病的時候注意積累經驗，還親自到各地去採藥。他不怕山高路遠，不怕嚴寒酷暑，走遍了出產藥材的名山，很辛苦，親自走了很多地方。他有時好幾天不下山，餓了吃些乾糧，天黑了就在山上過夜。他走了上萬里路，拜訪了千百位醫生，路很長，去問了很多的醫生、老農、漁民和獵人，問了很多各種各樣的人，從他們那裡學到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他還親自品嘗了許多藥材，判斷藥性和藥效，親力親為，他親自去看這個藥有沒有用，非常非常的認真，付出了很多。幾年以後，他回到老家，然後做了什麼？開始寫書，用了多長時間？花了整整27年。27年長不長？非常長，一輩子能有幾個27年呢？所以李時珍用了非常長的時間來完成他的這本書。所以這就是他一輩子為了寫這本書而做的事情。那我們看一看，嘔心瀝血說的是他做事，那他做了什麼呢？山高路遠爬山，然後天氣又不好，而且還好幾天不下山，很辛苦。走遍出產藥材的名山，拜訪了千百位醫生、老農、漁民和獵人，去問了很多人。在古代可不像我們現在簡簡單單用網絡就可以聯繫到別人，他可是親自去走了很多路，問了很多人，才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最後他還做什麼呢？親自品嘗那些藥材，然後花了27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著作。那這就是嘔心瀝血的表現。我們去找一找選項當中哪個詞和這些表現說他非常辛苦、非常盡心有關呢？ A. 從容不迫，
說的是什麼意思？非常淡定。B. 見多識廣，看得多，知道得多。C. 竭盡全力，用盡自身所有的力氣，非常的辛苦，付出了很多，竭盡全力。D. 精打細算，說的是會在過日子的時候說他是精打細算的人，說明他把賬算得很清楚，很會節省開支。這也是4個詞不同的意思。那你想一想，哪一個詞和我們文章當中關於他寫書辛苦付出了很多，花了很長時間有關呢？應該選的是 C. 竭盡全力，用盡自身所有的力气來完成這部巨著。這是我們呕心瀝血的意思。好，看完了這道題目，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道题目。同樣是猜測詞義，已經做了很多道練習了，不知道這些練習有沒有給大家一點提示呢？其實你猜怎麼猜，就是去文章當中找句子，可能是告訴你第幾段哪一個詞，你在這一段中就直接找到了和它有關的句子。也有可能像剛刚那道題目說嘔心瀝血，你需要看一看整篇文章，關於說李時珍嘔心瀝血這樣一個話題之下做了哪些事情，表現出來的是給你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才叫嘔心瀝血。這個呢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所以一定呢首先是要找到這個詞在哪裡，第二呢看一看這一段關於他說了什麼。如果是需要你看整篇文章的，一定要抓主要能夠表達出意思的那些句子來。我們看這道題目說30年河東30年河西，最可能是什麼意思？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先去找你在哪兒看到了這句話。在這裡已經把段落給大家了，我们一起來讀一讀。昨天的日子很長，但不管有多少天，也不管是受到挫折還是取得輝煌，都不能代表將來。比如昨天貧困潦倒的人，將來可能會變成富翁；昨天錦衣華食的人，將來可能淪為乞丐。這就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是不是我們的句子出現了？關於它說的是這就是，請問各位同學，這指的是什麼？它其實就是前邊這個例子。例子是什麼呢？說有的人呢，比如昨天貧困潦倒非常窮的人，將來可能是一個富翁，很有錢。昨天錦衣華食，在這裡其實是說穿得非常好，吃得非常好，是有錢的人。將來呢？將來可能淪為乞丐。乞丐是什麼？沒有錢需要出去乞討的人。所以是完全不一樣的兩類，對比非常明顯。所以你不能拿昨天的日子來看別人將來是什麼樣子。這就是什麼？這就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後邊還有提示，世上沒有永遠的勝利，也沒有永遠的失敗。勝利和失敗在合適的條件下是能夠轉化的，勝利也可能變為失敗。你原來是一個可能經歷了失敗的人，但你將來可能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這是什麼？這就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我們看主要的句子就是這些例子。那我們看選項說了什麼？ A. 人生變化無常，說你的人生啊，你經歷的事情是多變的。 B. 做事要循序漸進，意思就是做一件事情要一步一步的來，不能一下子你就想着我一定要達到那個目標，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成，要慢慢來。 C. 要學會換位思考，站在別人的角度上去想這個問題，我們叫換位思考。
D. 生活不會一帆風順，說你的生活不可能一直都是順順利利的，非常非常幸運的，你有可能會遇到一些挫折。請問各位同學，這4個選項哪一個和我們說昨天還是一個窮人啊，明天或者將來就變成有錢人？昨天還是一個非常有錢、吃得好、穿得好的富人，那將來呢，可能就變成乞丐了。哪一個和這種變化、轉換有關呢？我們應該選擇的是 A， 人生變化無常。這個 A 的意思和我們文章的意思是比較相似的。其實呢，就是說你人生一直都會有变化的，不可能一直有錢，一直勝利，或一直是窮人，一直是失敗的。說的就是人生变化無常。這是我們這一道猜測詞義的題目。好，今天關於猜測詞義呢，就到這裡和大家都分享完了。其實呀，技巧很簡單，就是你去找這個詞或這個句子，你是在哪裡看到的，然後看一看這段關於這個詞或句子說了什麼。也有可能還有一種題型，就是你需要從整篇文章当中去看一看他說了什麼，講的是什麼故事。這種詞呢，一般是在文章的結尾，說是最後出現了這樣一個詞。關於這個詞，之前說了很多事情，找這些事情和選項當中意思對應的意思最接近的就可以了。所以猜測詞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文章当中找線索，然後找一找選項和文章意思最差不多的哪一個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課程呢就到這裡，要和大家說再見了。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呢下節課再見。